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无论你多么努力地想要掌控生活的方向，命运似乎总是在和你作对。每一天都像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搏斗。当你早晨醒来，面对着即将到来的一天，内心深处涌现的不是期待，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虑和沉重，仿佛整个世界都压在你的肩膀上。这种感觉并非来自体力的透支，而是源于灵魂深处的持续内耗。我们不断地与现实发生冲突，试图强行扭转那些根本不在我们掌控之中的事情。我们在脑海中无数次地重演过去的遗憾，或者恐惧未来的变数。这种与当下时刻的对抗，正是痛苦的根源。它像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我们所有的生命力与平静。我们生活在一个推崇人定胜天的时代，社会不断告诉我们，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改变一切。这种观念虽然励志，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当事情不如意时，我们便认为是自己不够好，或者是世界对我们不公。这种思维模式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抗拒的状态。我们抗拒天气的变化，抗拒他人的评价，抗拒交通的拥堵，甚至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我们像是一个被困在湍急河流中的游泳者，拼命地逆流而上，试图对抗强大的水流，结果只能是筋疲力尽，满身伤痕，却依然停留在原地，被挫败感和愤怒紧紧包围，无法自拔。然而2000多年前，一位曾经身为奴隶的哲学家艾比克泰德，却在最不自由的环境中找到了人类心灵真正的自由之路。他告诉我们，痛苦并非来自于发生的事情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判断与抗拒。艾比克泰德身体残疾，大半生都受制于残暴的主人，但他却拥有比罗马皇帝更强大的内心力量，因为他深刻地理解了宇宙运行的法则。他发现，人类最大的悲剧在于分不清什么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什么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这种认知的混乱，导致我们将宝贵的精力浪费在对抗必然发生的命运上，而不是专注于我们真正能掌控的领域。所谓的抗拒，本质上是一种傲慢，是一种认为现实应该按照我的意愿发生的幼稚心态。当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说不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与宇宙的真理宣战。这种心理上的抗拒并不能改变现实分毫，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我们的痛苦加倍，让我们从单纯的遭遇不幸变成了不幸且愤怒的受害者。试想一下，当你因飞机延误而暴跳如雷时，飞机并不会因此起飞，天气也不会因此转晴。你唯一改变的只有你自己的血压和心情，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的奴隶，任由外部环境的波动来决定你的喜怒哀乐。与之相对的，斯多葛学派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概念：同意或顺从。这绝不是消极的认命或软弱的放弃，而是一种充满智慧的主动选择，一种与宇宙意志的深刻协调。同意意味着我们承认现实的客观性，我们不再与已经发生的事实争辩，而是选择接纳当下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最理性的反应。这就像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舵手，他不会愚蠢地诅咒风向为什么改变，而是敏锐地感知风向的变化，并迅速调整帆的角度，利用风的力量将船驶向目的地。这就是抗拒与同意之间最本质的区别。艾比克泰德教导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地控制外部世界，而是拥有不被外部世界所控制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我们内心对同意的修炼。当我们学会了对命运说是，我们就不再是被命运拖行的受害者，而是成为了命运的合作者。我们与生活并肩同行，而不是与之为敌。这种心态的转变能瞬间释放我们被压抑的能量，让我们从无休止的焦虑和恐惧中解脱出来，获得一种即使身处风暴中心也能保持内心宁静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斯多葛哲学所追求的不动心的境界。但是在现代社会，实践这种同意的哲学显得尤为困难，因为我们被无数的诱惑和噪音所包围，我们被教导要追求更多、更快、更强，这让我们很难停下来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习惯了用物质的获得来衡量成功，用他人的认可来定义价值，这使得我们的幸福感变得极其脆弱，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们崩溃。我们需要重新聆听艾比克泰德的教诲，学会区分控制之内与控制之外。这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辨，
更是一套实用的心理防御术，能帮助我们在混乱的世界中建立起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深入剖析艾比克泰德的核心思想，探讨如何具体的在生活中从抗拒模式切换到同意模式。这需要我们进行严格的思维训练。我们将一起学习如何运用二分法来厘清混乱的思绪，如何运用预演未来来降低对未知的恐惧，以及如何通过视角的转换，将生活中的障碍转化为磨练品格的机会。这是一场关于认知的革命，它要求我们打破几十年来养成的思维惯性，勇敢地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与贪婪。虽然过程可能充满挑战，但回报将是巨大的。如果你此刻正感到迷茫、焦虑或愤怒，请不要急着逃避，也不要急着寻求廉价的安慰，因为这些情绪正是你灵魂发出的求救信号。他们在提醒你，你正在与现实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请把这段视频当作是一次与古老智慧的对话，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生活方式的契机。我们要做的不是教你如何获得更多，而是教你如何通过减少不必要的抗拒来获得真正的富足。当你放下了与世界的对抗，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一直都在温柔地托举着你，只是你过去忙于挣扎，而从未察觉到这份力量的存在。现在，请深呼吸，暂时放下你手中的琐事和心中的烦恼，让我们的思绪穿越千年的时光，回到那个充满智慧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去聆听那位跛脚奴隶的教诲。我们将一步步拆解抗拒与同意的心理机制，为你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精神体操，帮助你重塑大脑的神经回路，让你能够像坚固的岩石一样，在生活的巨浪中屹立不倒。这不仅仅是哲学的学习，更是生命的救赎。如果你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开始这趟通往心灵自由的旅程。我们之所以会陷入抗拒的泥沼，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控制权的理解出现了致命的偏差。我们试图抓住所抓不住的，却忽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艾比克泰德将斯多葛哲学的基石浓缩为一个简单而深刻的概念——控制二分法。这是区分自由人与奴隶的唯一标准，而非法律上的身份。他教导我们，世界上只有两类事物，一类是我们能控制的，如我们的判断、欲望、厌恶和行动的意图；另一类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如身体、财产、名声、地位以及所有身外之物。当我们试图去控制那些本不在我们掌控之中的事物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挫折、焦虑和混乱。这就是痛苦产生的机械原理，简单却残酷。想象一下，你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的赞赏上，这就如同将你的心脏交给了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保管。他开心时你会感到快乐，他愤怒时你会感到痛苦。这种外包幸福的行为，就是对命运最大的不敬，也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因为你主动放弃了灵魂的主权。抗拒往往发生在我们渴望得到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或者试图逃避那些必然发生的事情时。我们像是一个贪婪的孩子，既想要拿走不属于自己的玩具，又不想承担玩耍后的代价。艾比克泰德严厉地警告我们，如果你认为那些本该受制于人的事物是自由的，或者认为别人的事情是你自己的，那么你将永远受到阻碍。你会悲叹、混乱，并指责神灵和他人。然而，当我们将注意力收回到我们能控制的领域时，奇迹就会发生。我们开始从抗拒转向同意，因为我们意识到外部发生的事件只是素材，如何雕刻这些素材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判断力是我们唯一的领地，是任何暴君、灾难或意外都无法夺走的内在堡垒。即使是被投入监狱，你的身体被囚禁，但你如何看待这段经历的权利，依然完好无损地掌握在你手中。同意，并不是说你要喜欢监狱，而是你接受身在监狱的事实，并选择以尊严、勇气和智慧来度过这段时光，而不是在怨天尤人中消耗生命。这种视角的转换，将我们从受害者提升为创造者。我们不再是被动地承受命运，而是主动地赋予命运意义。这就需要我们修炼一种极其重要的心理纪律，
欲望的净化，我们必须学会不再渴望那些不由我们决定的结果，而是渴望我们自己的行为符合美德。如果你渴望升职，但决定权在上司手中，那么你的平静就悬于一线。但如果你渴望的是尽我所能的做好工作，那么这个目标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无论结果如何，你都已经获得了成功。这种心态让我们对结果保持一种冷静的同意，我们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但同时也欣然接受任何发生的结果。这就像是一个射箭的运动员，他能控制的只有拉弓的姿势、瞄准的专注和放箭的时机。一旦箭矢离弦，风向、重力以及目标的移动就不再受他控制，他必须同意那支箭最终落下的位置，无论是红心还是拖把。艾比克泰德使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解释同意与抗拒的区别。一只被拴在行驶马车后的狗，如果这只狗选择跟随马车奔跑，它不仅能够享受奔跑的乐趣，还能与马车保持和谐的速度。这就是同意，是顺应必然性的智慧。但如果这只狗选择抗拒，试图停下脚步或者向反方向拉扯，它最终还是会被马车拖着走，不仅无法改变行进的方向，还会被勒得窒息，被地面磨得遍体鳞伤。这就是抗拒的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是那只狗，命运就是那辆不可阻挡的马车。我们可以选择有尊严的奔跑，也可以选择被痛苦的拖行，这就是我们仅有的自由。要实践这种同意，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印象进入大脑的瞬间建立一道严密的防线。艾比克泰德称之为审查你的印象。当一件事情发生时，比如有人羞辱了你，这只是一个客观的声波进入你的耳朵，这就是原始的印象。但紧接住，你的大脑会自动生成一个判断，他伤害了我，这是不公平的，我很生气。这个判断就是抗拒的开始，也是痛苦的源头。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印象和判断之间插入一个暂停键，对那个冲动的反应说，等等，你只是一个印象，并不一定是事实本身。通过这种刻意的延迟和审视，我们剥离了附加在事件上的情绪价值，还原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这种练习要求我们具备极高的自我觉察能力。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训练自己，将客观事实与主观评价剥离开来。比如，我的车被刮蹭了，是事实，而这真是倒霉透顶，毁了我的一天，则是我们添加的多余的抗拒性评价。如果我们能够止步于事实，我们就能冷静地处理保险和维修事宜，这就是同意。如果我们陷入评价的漩涡，我们就会经历愤怒、悔恨和无力感。艾比克泰德提醒我们，伤害我们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看法。只要我们撤销了那个受伤的判断，伤害也就随之消失了。这种精神上的炼金术能将铅一般的沉重现实转化为金子般的智慧体验。此外，我们还需要理解同意背后更深层的宇宙观。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万事万物都遵循着理性的法则运行，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财富还是贫穷，都是这个庞大宇宙因果链条中的一环，都是为了维持整体的和谐而必须发生的。当你抗拒某件事时，你实际上是在抗拒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这是一种狂妄且徒劳的行为。真正的智慧在于将个人的意志与宇宙的意志融合，不仅仅是忍受发生的一切，而是发自内心的去热爱它，因为那是你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宏大的视角能瞬间消解个人的微小怨怼，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与万物同在的崇高感。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将同意误解为软弱或缺乏进取心，但实际上，只有内心极度强大的人才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并说我接受。那些整天抱怨环境、指责他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弱者，因为他们不敢承担自己情绪的责任，他们把力量拱手让人。当你开始练习同意，你会发现你的行动力反而增强了，因为你不再将精力浪费在情绪的内耗上，你的头脑变得清晰，决策变得果断。你会成为一个高效的问题解决者，而不是一个情绪的宣泄者。你会在混乱的职场和生活中展现出一种令人敬畏的稳定感。这就是斯多葛哲学在现代社会最强大的竞争力。我们可以从一些小事开始练习这种心态，比如面对恶劣的天气，
与其抱怨雨水打湿了鞋子，不如告诉自己，这就是自然，雨水滋润万物，我只需撑起伞，继续我的路。当我们在小事上停止了抗拒，我们的大脑回路就会逐渐重塑。当人生的大风暴来临时，我们就能本能地运用这种智慧。艾比克泰德告诉我们，不要要求事情依你的意愿发生，而要意愿事情依实际发生的那样发生，这样你就会过得安宁。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它是通往心灵宁静的唯一窄门，只有放下小我的执念，才能穿过这道门，进入广阔的自由之地。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思维，我们还需要学会区分偏好与依赖。斯多葛学派并不反对我们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如财富、健康和亲情，这些被称为优先的中性之物。我们可以倾向于拥有它们，但绝不能依赖它们来获得幸福。我们必须像一个参加晚宴的客人，当盘子传到面前时，优雅地取一份；当盘子被端走时，也不要盯着它不放，或者大声喧哗。同意就是这种优雅的态度，它让我们在拥有时懂得珍惜，在失去时懂得放手，始终保持内心的独立与完整。这种不执着的态度，反而让我们更能享受当下的美好，因为我们不再被害怕失去的恐惧所笼罩。这种转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它要求我们杀死那个喜欢抱怨、喜欢扮演受害者的旧我。这无异于一场精神上的截肢手术，但就像治疗坏疽一样，只有切除病灶，身体才能恢复健康；只有切除抗拒的毒瘤，灵魂才能重获新生。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那个熟悉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为什么是我？这不公平。我们要立即启动防御机制，用理性的声音回应，因为这就是生活，这不在我的控制之中，但我可以控制我如何回应它。每一次的人不。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将这种同意的哲学应用到更具体、更极端的场景中，比如面对死亡、丧亲以及巨大的社会不公。我们将看到，斯多葛哲学并非冷血无情，而是在深沉的理性中蕴含着对人类命运最大的慈悲。我们将学习如何利用预演坏事的技巧来提前化解未来的冲击，让同意不再是被迫的接受，而是预先的准备。这将使我们的内心变得如同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无论命运之锤如何敲打，都只会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而不会产生丝毫的裂痕。现在，请你检视一下自己当下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在抗拒的？是你讨厌的工作，是不和谐的关系，还是对未来的担忧？试着用2分法去分析它，将其中你无法控制的部分剥离出来，然后对那部分说一声我同意。感受一下，当你说出这句话时，身体里那种紧绷的感觉是否有所缓解？这就是释放的开始，你正在松开紧抓着烧红铁块的手。记住，痛苦不是来自于铁块的热度，而是来自于你紧抓不放的执着。放下抗拒，就是放过你自己。让我们带着这份初步的觉知，进入下一阶段的探索，去挖掘更多能够武装我们心灵的斯多葛工具。我们不仅要学会忍受，更要学会转化，将生活中的绊脚石转化为垫脚石。这正是艾比克泰德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准备好，更深层次的转化即将开始。我们将直面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并用智慧的光芒将其照亮。艾比克泰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隐喻，那是关于人生舞台的终极真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出戏剧中的演员，而这出戏的剧本并非由我们编写。无论你是扮演帝王还是乞丐，是扮演英雄还是残疾人，这角色的分配权完全掌握在剧作家及命运或自然的手中。我们唯一的自由在于如何精湛地演绎这个角色。当我们抱怨自己的角色不够光鲜，台词不够精彩时，我们就陷入了抗拒。这不仅无法改变剧本，还会让我们成为一个蹩脚的演员，遭到观众的嘲笑和自我的厌弃。相反，同意意味着我们接纳被分配的角色，并投入全部的热情去演绎它。即使是扮演一个身患重病的病人，我们也可以展现出与疾病抗争的尊严与优雅。这才是演员的荣耀所在。
也是我们人生价值的真正体现。为了将这种同一的哲学转化为日常的本能，斯多葛学派发明了一种强大的心理预防针——负面预想。大多数人的痛苦源于对突发不幸的震惊，我们总是假设生活会一帆风顺，当意外来临时，心理防线便会瞬间崩溃。艾比克泰德建议我们在每天清晨醒来时，就要对自己说，今天我可能会遇到忘恩负义的人、傲慢无礼的人、背信弃义的人。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防御演习。通过提前预言可能发生的坏事，我们剥夺了意外事件带来的冲击力。当你预先接受了车子可能会抛锚、会议可能会搞砸的可能性时，当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你就不会惊慌失措，而是能冷静地说，我早就预料到了，现在让我们来解决它。这种预演甚至延伸到了我们最真实的事物上。埃比克泰德教导我们要像看待一个易碎的杯子那样看待我们的亲人和财产。当你亲吻你的孩子或伴侣时，要在心中默念，我正在亲吻一个凡人，一个随时可能离我而去的存在。这听起来残酷，但实际上这种极致的清醒能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秒，消除我们对永恒拥有的虚妄执念。当失去真的来临时，虽然悲伤在所难免，但我们不会被绝望击垮，因为我们已经在心理上无数次地同意了生命无常的本质。这种练习将我们从对失去的恐惧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敢于全心全意的爱，却又不被爱所奴役，达到了情感独立的最高境界。在处理人际关系的复杂纠葛时，艾比克泰德提出了著名的两柄理论。每一件事都有两个把手，一个是可以抬起来的，另一个是抬不起来的。比如你的兄弟冤枉了你，这件事就有两个把手，一个是他冤枉了我这个把手。如果你抓这个，你会感到愤怒和受伤，因为这是你无法控制的他人行为，这就是那个抬不起来的把手。另一个把手是，他是我的兄弟，我们有血缘关系，如果你抓这个，你就会唤起宽容和亲情，这是你能控制的内在反应，这就是那个可以抬起来的把手。生活中的痛苦往往是因为我们愚蠢地抓住了那个断裂的把手，试图用怨恨去提起重物，结果只能是砸伤自己的脚。学会辨别并抓住正确的把手，是我们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必备技能，特别是在社交媒体这个充满戾气的竞技场中。当你在网上遭受无端的指责或谩骂时，如果你抓住他们为什么这么恶毒这个把手，你就会陷入无尽的争辩和自我怀疑中，这是对抗拒的极致表现。但如果你选择抓住别人的看法属于外部事物，不影响我的人格这个把手，你就能瞬间切断负面情绪的供给线，保持内心的如如不动。这种选择的权利永远在我们手中，每一次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把手，我们就在灵魂的肌肉上增加了一份力量，让我们变得更加从容和强大。同意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更是一种主动的转化，就像炼金术士将卑贱的金属转化为黄金一样。斯多葛主义者将生活中的障碍转化为美德的燃料。艾比克泰德常说，困难是神灵为了训练我们而安排的陪练，正如教练会给摔跤手安排强大的对手一样，生活给我们安排了艰难的处境，是为了让我们练就强健的精神体魄。贫穷是训练节制的机会，谩骂是训练忍耐的机会，危险是训练勇气的机会。当你用这种视角看待生活时，你就没有了敌人，所有的逆境都变成了你的老师，所有的障碍都变成了通往卓越的阶梯。这就是障碍及道路的真谛。我们还必须学会运用保留条款来设定我们的目标，这是解决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关键。当你计划做某件事时，不要傲慢地说我一定要做成，而要说如果命运允许，我将做成这件事。加上这个小小的注脚，你就将你的愿望与宇宙的变量解绑了。如果事情顺利，你感恩命运的配合；如果事情受阻，你也不会感到挫败，因为你早就承认了命运的否决权。这种心态让我们在行动上全力以赴，在结果上随遇而安。我们成为了那种既有野心又不知疲倦，但同时又极度平静的稀有人类。这正是现代社会最稀缺的品质。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无论外界扔进来什么，是前造的木柴，还是湿漉漉的树叶，甚至是腐烂的垃圾，
火焰都不会抗拒，而是将它们统统吞噬，转化为光和热。这就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的终极形态。你的内心强大到足以消化一切遭遇。对于弱小的火苗来说，一阵风就能将其吹灭，但对于猛烈的大火来说，风只会让它燃烧得更旺。练习同意，就是为了让我们从脆弱的蜡烛变成燎原的烈火，让那些原本会毁灭我们的打击，反而成为我们生命之火更加旺盛的助燃剂。然而，我们常常被一种如果不抗拒就会变得消极的恐惧所阻碍，这是对斯多葛哲学最大的误解。真正的同意是基于对现实深刻洞察后的高效行动。当你的车陷入泥潭，抗拒者会站在路边诅咒泥潭，踢打轮胎，浪费宝贵的体力。同意者会立刻承认车陷住了这个事实，然后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木板、石头、千斤顶，专注于把车弄出来。谁更积极，谁更有效率？显然是后者。同意是为了清理情绪的迷雾，让我们能看清前方的路。它让我们把所有的能量都聚焦在解决问题的刀刃上，而不是浪费在抱怨的刀背上。在现代职场中，这种智慧尤为宝贵。当公司裁员、项目被砍时，那些深陷抗拒的人会变成办公室里的怨妇，传播负能量，最终被环境淘汰。而那些懂得同意的人会迅速接受新的现实，更新简历，学习新技能，或者寻找内部转岗的机会。他们就像水一样，遇到石头就绕行，遇到悬崖就变成瀑布。虽然形态万千，但奔流到海的目标从未改变。艾比克泰德告诉我们，不要试图去改变世界来适应你，而要改变你自己来适应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你反而获得了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就是顺应自然的辩证法。为了强化这种心智模式，我们还可以练习抽离视角，试着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审视自己的生活。当你遭遇不幸时，想象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你会如何安慰他？你一定会说，这也是人生常态，过去就过去了。那么，为什么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看得如此灾难性和特殊呢？艾比克泰德提醒我们，当别人的杯子打破时，我们很平静；当自己的杯子打破时，我们却暴怒。这种双重标准揭示了我们自我的膨胀。通过将视角拉远，我们缩小了自我，客观地看待事件，从而更容易达成同意的状态，恢复内心的平衡。我们也要警惕社会灌输给我们的虚假需求。消费主义不断告诉我们，你缺少这个，你缺少那个，如果不拥有最新款的手机，你就落伍了。这种营销策略本质上是在制造抗拒，让我们抗拒当下的匮乏感。斯多葛主义者并非苦行僧，但我们会审视这些欲望，这是自然的需要还是虚荣的需要？当我们看穿了这些把戏，我们就能对那些诱惑说不，对简朴的生活说是。这种对物质欲望的同意与节制，让我们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与自由。我们不再是金钱的奴隶，而是它的主人。此外，我们还需要与时间达成和解。现代人总是处于时间焦虑中，抗拒衰老，抗拒等待，抗拒过程的漫长。艾比克泰德用葡萄的比喻教导我们耐心。如果有人对你说想要无花果，我会回答说，这需要时间，让树先开花，然后结果，最后成熟。如果你连一个果实的成熟都等不及，又怎能期待人生的智慧能够速成呢？同意时间的流逝，同意成长需要过程，同意成功需要积累。这种耐心会消除我们内心的急躁，让我们能够享受每一个当下的步骤，而不是永远活在对未来的焦虑期盼中。最后，我们要明白，同意是一种需要终身修炼的技艺，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像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或乐器一样。刚开始，我们会在旧的习惯和新的思维之间反复拉扯，这很正常。每当你发现自己又开始抱怨、愤怒或抗拒时，不要自我责备，只要温柔地将意识拉回来，重新练习区分控制权，重新寻找正确的把手。每一次的修正都是一次胜利，都是在为你的心灵堡垒添砖加瓦。艾比克泰德虽然身为奴隶，但他通过这种修炼获得了比凯撒更广阔的疆域，那是一片无人能侵犯的内心净土。现在我们已经装备了斯多葛学派最强大的心理武器——控制二分法、印象审查、负面预想、
量柄理论以及障碍转化。这些工具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无穷的威力，足以应对人生中最猛烈的风暴。但这还不是全部，为了彻底巩固我们的精神防线，我们需要将视野拉得更高，站在宇宙的维度来审视我们的生命。在最后的篇章中，我们将探讨如何面对终极的恐惧、死亡，以及如何通过向死而生来彻底激活生命的热情，完成从抵抗者到接受者，最终成为生命热爱者的伟大蜕变。当我们把目光从琐碎的日常烦恼中抽离，试着采用斯多葛学派著名的高空视角来俯瞰我们的人生时，一种全新的宁静感便会油然而生。想象一下，你正漂浮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向下凝视着这个蓝色的星球，你所纠结的职场争斗、情感得失、财富焦虑，在那个宏大的尺度下，不过是蚂蚁为了面包屑而进行的微不足道的争夺。艾比克泰德经常提醒我们，我们只是这个巨大宇宙有机体中的一个微小细胞，就像一只脚必须为了身体的行走而踏入泥泞一样，我们作为个体也必须为了整体的运转而经历生老病死、聚散离合。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为个人的际遇感到愤愤不平，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宇宙宏大乐章中不可或缺的音符。我们的痛苦往往来自于我们试图将自己从这个整体中割裂开来，把自己当成了宇宙的中心。这种宏观视角引导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本质。艾比克泰德将人生比作一场盛大的节日庆典，我们是被神灵邀请来参加这场宴会的客人。在这场短暂的庆典中，我们可以欣赏日月星辰的壮丽，体验人间烟火的温暖，见证四季轮回的奇迹。一个有教养的客人不会抱怨宴会的菜肴不合口味，也不会因为宴会结束而赖着不走，大吵大闹。相反，他会怀住感恩的心情享受当下，并在宴会结束时优雅地向主人致谢，然后从容离去。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痛苦，正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客人的身份。我们试图占有宴会上的餐具，试图控制宴会的流程，甚至妄想宴会永远不会结束。这就是抗拒的极致表现。而同意的最高境界，便是直面那个人类最大的恐惧——死亡，并学会与之共舞。在斯多葛哲学中，时刻铭记死亡并不是为了让我们陷入虚无的悲观，而是为了激发我们对生命的极致热爱。当你意识到这场宴会随时可能结束，你就不会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争吵、嫉妒和拖延上，你会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来过。你会用尽全力去拥抱你爱的人，去完成你觉得有意义的工作。死亡赋予了生命边界，正是因为有了边界，生命才显得如此珍贵和紧凑。同意死亡就是同意生命的完整性，就是承认我们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就像秋天的落叶回归大地，不是毁灭，而是转化。艾比克泰德不仅教导我们接受死亡，更教导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要像一个真正的战士那样去拥抱命运给予的每一个挑战。试想一下，如果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没有遇到那些凶猛的狮子、九头蛇和野猪，他会变成什么样？他恐怕只会是一个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庸人。他的力量和美德将永远沉睡。正是那些可怕的怪物和艰难的任务，唤醒了他内在的神性，成就了他的英雄传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怪物，难缠的老板，糟糕的健康，沉重的债务。不要抗拒他们，不要祈祷他们消失，因为他们正是你试炼灵魂的磨刀石。当你对困难说我同意时，你就不再是受害者，你是正在经历试炼的英雄，你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史诗。这种态度超越了简单的忍受，它升华为一种对命运的热爱。尼采后来将其称为热爱命运。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接受发生的一切，还要希望它发生。甚至如果让我们重新选择，我们依然会选择这样的人生。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精神状态，它将所有的偶然都转化为必然，将所有的不幸都转化为养料。当你能够看着眼前的废墟说，这就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我将用它来建造更宏伟的城堡，那时你就真正达到了艾比克泰德所说的自由。没有什么能伤害你，因为你已经将所有外部的打击都内化为了自我成长的动力。
你成为了那个不可战胜的内在堡垒的守护者。回顾我们这趟旅程，从最初的识别抗拒带来的内耗，到运用控制二分法划清界限，再到利用负面预想和良饼理论转化障碍，最后上升到宇宙视角与死亡和解。这是一条从奴隶到帝王的升维之路，这条路并不在遥远的彼岸，而在我们当下的每一个心念之间。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生活都会向我们抛出选择题，是抗拒还是同意，是焦虑还是平静，是做情绪的奴隶还是做理性的主人。答案不在书本里，而在你面对堵车时的深呼吸里，在面对批评时的淡定里，在面对失去时的释然里。我们必须承认，这条斯多葛之路并不好走，它违背了我们追求安逸的生物本能，它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觉知，与强大的思维惯性做斗争。你可能会失败无数次，你会在某个早晨醒来时依然感到愤怒，你会在某个深夜里依然感到恐惧，这都没关系。艾比克泰德安慰我们，哲学就像治疗灵魂的医院，治疗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而且痊愈需要时间。不要因为一时的跌倒而放弃，重要的是你是否在跌倒后重新站起来，再次校准你的内心罗盘。每一次的归位都是灵魂肌肉的一次生长，只要你坚持下去，那种坚不可摧的平静终将到来。为了将这些智慧真正融入血液，建议你建立一个简单的晚间反思仪式。每天睡前问自己3个问题：今天我在哪里失控了？我在哪里做到了同意？明天我可以如何改进？这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但这种持续的自我对话会像滴水穿石一样慢慢雕刻你的性格。你会发现，原本让你暴跳如雷的事情，现在只能让你微微一笑；原本让你彻夜难眠的担忧，现在变成了行动的计划。这就是哲学的实用价值，它不是为了让我们在辩论中获胜，而是为了让我们在生活中获胜，赢得那份无人能夺走的内心安宁。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噪音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外界的混乱似乎永无止境，但正因为如此，艾比克泰德的教诲才显得如此珍贵。它像一座灯塔，在狂风巨浪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向内求索。不要把幸福的钥匙交给任何人，无论是政客、商人还是你的亲密伴侣，把钥匙紧紧握在自己手中。记住，你是自己灵魂的最高统帅，只要你不交出投降书，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攻破你的防线。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全世界，而是不被世界所拥有；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不随波逐流。当你下一次感到生活对你不公，想要大声抗议时，请停下来，深呼吸，想一想那只被拴在马车后的狗，你是想被拖得遍体鳞伤，还是想优雅地与命运同行？选择权永远在你。试着在心里默念一句“我同意”，感受这3个字带来的力量，那是放下重担后的轻松，是与宇宙和解后的释然。这不是妥协，这是智慧；这不是软弱，这是力量。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愿你拥有磐石般的定力，愿你拥有流水的韧性，愿你活出斯多葛式的自由与尊严。你的每一次同意，都是对生命的一次深情拥抱。不要等到生命结束时才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活过。从现在开始，去热爱你的命运，去拥抱你的障碍，去演好你的角色。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道场，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位伪装的老师。当你学会了这门同意的艺术，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变，但你眼中的世界却变得如此不同。它不再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战场，而是一个充满机遇的花园。即使是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你也能培育出最美的灵魂之花。此刻，这段视频即将结束，但你的修行才刚刚开始。如果你听到了这里，说明你的内心深处正在渴望一种更深层次的力量，一种能够穿越风暴而不被摧毁的力量。这不是巧合，这是你灵魂的觉醒。不要让这份觉醒的火花熄灭，把它带入你接下来的每一个小时、每一次对话、每一个决策中，去实践它，去验证它，让哲学从书本上的文字变成你行走在世间的铠甲。记住艾比克泰德的那句名言：困扰人们的不是事物，而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
这句话是解开所有心灵枷锁的万能钥匙。每当你感到痛苦时，就拿出这把钥匙，打开囚禁你的牢笼。外面的世界或许依然喧嚣，但你的内心可以是一片宁静的港湾。你不需要逃离这个世界去寻找平静，你只需要回到自己的内心，那里一直有一个避难所，等待着你的归来。现在，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小小的行动，这也是一种同意的练习。如果在过去的几分钟里，艾比克泰德的智慧触动了你的某根神经，让你看到了一丝解脱的希望，请在评论区写下我同意这3个字。这不仅仅是一个留言，这是一份你对自己的承诺，一份你与命运签署的和平协议。当你打出这3个字时，你就是在告诉宇宙，你准备好停止无谓的抵抗，开始真正的生活了。让我们在评论区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能量场，互相见证彼此的觉醒与成长。这条斯多葛之路虽然孤独，但你并不孤单。我们都是在这条路上探索的同行者，在追求智慧与安宁的旅途中并肩作战。如果你希望继续深入学习如何武装你的大脑，如何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活出强大的自我，请务必订阅这个频道并开启通知。下一期视频，我们将挖掘另一位斯多葛大师的智慧宝藏，为你带来更多实用的心灵工具。不要错过任何一次让灵魂升级的机会。最后，我想送给你一个祝福，愿你有力量去改变你能改变的，有耐心去接受你不能改变的，并拥有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区别。这就是艾比克泰德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现在它属于你了。带着这份礼物，勇敢地走入你的生活吧。无论前方是风和日丽还是狂风暴雨，你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你不再是那片随风飘零的枯叶，你是一棵深深扎根于大地的橡树。风暴只会让你扎根更深。感谢你的观看与陪伴，这是一段关于智慧与勇气的对话。我是你们的斯多葛哲学向导，期待在下一次的思想碰撞中与你再次相遇。在那之前，请记住，生活是属于那些勇于同意的人的。再见，愿理性之光永远照亮你的前行之路。